女人意外发现厨师往菜里加东西，随即她便悄悄观察起来。只见厨师长拿出一瓶黄色不明液体，刚想往锅里倒，可一番思想斗争后，又再次将东西放回了原位。而这不寻常的一幕，让身为资深法医的小美察觉出异常，于是她立即叫上同事一起冲进了后厨，要求查看制作小酥肉所用的调料。厨师听到此话，瞬间变了脸色，好像生怕别人发现什么一样，表示这些只是普通的油盐酱醋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上色用的，可以不放。这个颜色有点特别啊。哪知当警员小帅打开去闻时，一股腥臭刺鼻的味道直击天灵盖，直接硬控周围人5秒。见此，厨师长也露出了心虚的表情。队长一眼就看出猫腻，其中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一番搜查后，竟在柜子下面发现了一个大号的塑料桶。当盖子被打开后，同样刺鼻腥臭的味道扑面而来，里面装的正是厨师用的不明液体。随后警方将液体带回警局化验，然而得到的结果竟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样品的过氧化值酸价超标，里面含有多种动植物的细胞，应该是生物提炼经过加工的地沟油。于是警方立马对饭店及厨师长进行审问。厨师长一脸委屈地表示，老板下了命令，必须出几道招牌菜，当时他头都是大的。后来无意间看到学徒沈强做的小酥肉，他尝过后也是赞不绝口，于是就随口问了几句。学徒见此也慷慨的将自己所谓的秘方献给了厨师长，并说到自己朋友的美容院就可以搞到。走投无路下，他就将信将疑的试了一下，哪知顾客反应都不错，他这才敢大胆的使用。可罗队丝毫不信，地沟油真的能做出如此美味吗？厨师表示，加热的地沟油会产生脂肪酸，而这类脂肪酸会欺骗大脑，传递出好吃的信号，因此地沟油做出的菜会更加美味。听了厨师长的话，警方立刻确定这家美容院一定也有问题，于是第一时间就带人找到了美容院。我们是专案组的，有人举报说你们这里非法出售医疗废品，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搜查。没问题，我们全面配合。可没想到警方将美容院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于是警方立马要来了这里的建筑平面图，很快从中发现了问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地下室。随后警方在老板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间地下室。当众人来到这里时，果然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地沟油。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黑作坊，然而角落的一堆纸箱引起了队长的注意。谁知扒开纸箱竟发现一个暗门，等他们进去后，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愣原地。一张桌子上赫然绑着一具尸体，男人身穿美容院手术服，四肢明显有被捆绑痕迹，下体部位有大量出血，嘴被黑色胶带封住。就在法医准备进一步尸检时，竟意外发现男人还没有死，于是警方紧急将他送进了医院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告诉警员，伤口是遭到利刃切割后，并未及时消毒导致严重感染，而肚子上的伤口是抽脂造成的，并且抽脂所用器械并未消毒，造成严重感染，器官已经全部衰竭。至于能不能醒来，只能看运气了。当时发现男人的暗室是美容院的垃圾房，3年前就已经停用了，只有老板和老员工杨可知道。看来凶手作案前是做了充足的准备，没有直接杀死庞成，而是故意不给庞成消毒，想以此惩罚他，让他在那里被慢慢折磨死。而杨可在美容院是负责抽脂以及护理工作的，并且垃圾房里只有杨可的指纹，没有其他第三人的痕迹。由此警方推断，给男人抽脂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杨可。可杨可在不久前为了躲避追捕，已经不幸被撞死了，至此这条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杨可做这一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，医院那边突然打来电话，庞成醒了过来。警方迅速赶到医院，庞成告诉警员，自己遭到绑架，还被残忍虐待，绑架折磨他的正是女友杨可。两人在一起后，杨可一直嫌弃他胖，后来有一次，杨可偷偷将他带到了工作的美容院。起初庞成还以为女友给他准备了什么惊喜，当时只觉得有便宜不占才是傻子，殊不知这竟是他噩梦的开始。麻药的话，我就给你少打点啊，这样你还感觉不到疼。好的，宝贝儿，都听你的。杨可虽然嘴上说着少打点，可还是将一整管麻药推了进去。此刻庞成丝毫没有多想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杨可脸上表情的变化。为了验证麻药的效果，杨可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。看到药物已经起了作用后，杨可就立马卸下了伪装，问他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的事情。几年前咱还不认识呢，记错人了吧？好想想。显然作为渣男的庞成怎么会记得几年前的事情？于是杨可便决定帮他重新回忆一番。当初他参加聚会，庞成趁自己喝醉，强行跟他发生了关系。事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找到庞成负责，可庞成却说那都是他自找的，从来没想过跟他在一起。
庞程对他所做的一切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直到此时，庞程才终于想了起来，刚想解释什么，却被杨可打断。为了报复庞程对他犯下的罪孽，杨可在没消毒的情况下给庞程做了抽脂手术，随后他还让他再也无法犯罪，然后用钢丝将他绑在美容院荒废的地下室，任由他在绝望恐惧中自生自灭。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他精心布局的一切却因为一盘小酥肉功败垂成。由于庞程是连环凶案的下一个目标，因此罗队推断他应该还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具体是什么事情，警方一直都没查到线索。可当警员询问庞程时，他却什么都不肯说。眼看对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罗队只好使用特殊手段打起了心理战。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这2年来睡得好吗？每当想起被你们毁掉的那个女人，心里不感到内疚吗？沈强和刘志勇已经走了，一个人背负这么大的一个秘密，不累吗？庞程最终在罗队的一番话下彻底崩溃，随后一五一十地说出了2年前的事。当初他受人所托，帮忙教训一个名叫杨月的女孩，当天晚上他就伙同2名好友将女孩掳走了。由于当时他们都喝了酒，被绑女孩十分漂亮，他们就没有把持住，场面就此失控，鬼使神差地强奸了杨月。然而事后杨月并没有报警，而是至此就莫名其妙消失了。事后警方通过调查发现，这个名叫杨月的女孩正是杨可的妹妹。那件事后，杨月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精神也变得恍惚，甚至时常出现自杀的情况，到后来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。无奈他们只好将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庞程是杨可和妹妹悲剧生活的导火索，因此他才计划了一切。庞程如今的一切虽然罪有应得，但是杨可的做法也毁了他自己的一生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，保护自己的权益以及安全，而不是以暴制暴。